难遇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打扰了。等一下。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衣了？金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金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金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
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傅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厮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以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系得轻一点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青城山腹地有一处名叫三潭的地方，你可听过？听说过。找人去那附近找找，尤其是在路过有蓝色野花的地方。你之前去过哪里？青城山。这就对了。你看，这种蓝色都在矿物染料中提取，很少在草本中出现。我所见过的只有一种野花有这种颜色，它长在三潭边。好，去吧。长安那边，杨三郎，你这是在赌命啊！你怕我死啊？啊？那到时候让人给你换一个既听话又稳妥的同盟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牛瑾不是回城，他怕是比牛五娘更不好对付。欢迎牛将军回场。
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忽悠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1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静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1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牛副都督此人虽非善类，但到底这益州城是节度使的益州城。张刺史是节帅在益州城的一双眼睛，有张刺史在，他牛副都督怎么着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。满城相迎，他连马都没下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1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，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。晚些时候，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季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城市的女子亦不少。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阿翁言浅了。阿爷，请用茶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自决定自己的婚事！这没你的事儿，还不下去？是。阿爷，女儿并非钟情于赵修远，而是为了您考虑。您志在锦业，与其让我嫁给一个远妻，不如将我许配给一个未来的锦王。未来的锦王，他赵家不过是个商户，怎么跟节度使的远亲相比？阿爷是节度使的亲信，受命驻军在益州城外，再攀远妻，与我们并无异。益州籍，这5年都是杨家夺的锦王，我们只能在山中造节。若女儿嫁给赵家，让赵家代替杨家，成为新的锦王，接手宫中订单，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偷天换日？
江府10月9斗锦会，锦王出，斗锦盛会正式开场，首请上届锦王杨家斩锦出场。杨家杨敬山献锦，国色天香。我杨家承继织锦之业100年，族中长幼皆以创制新锦为念。今年所织锦画图案样式还在其次，最重要的是牡丹花开10色，各有不同。这杨家锦果然别出心裁。新锦如何，花开10色又如何？今年的锦王只会是赵家。不错，有5年的福气在，二郎自不会有事。别等了，季娘子守在家中，良久未出阁，许是已经筹备嫁人了。阿翁，孙儿先去准备了。二郎，你阿爷为你今日之事准备良久。积劳成疾，不能亲来，但他一直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。你可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啊！去吧。季娘子还没来，山上的事情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朱哥，你再帮我去找个人，过来。终于找到他们老巢了。这还得是杨家哈，这牡丹跟活了一样。那邹家的也不错呀，那孔雀也跟活了似的，我都怕它飞出来。斗锦斗的是锦，又不是斗谁织的像活嘞。我看于家那副锦就不错，稳重啊。你于家的有些老气了吧？哎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请大家赏锦。不过如此嘛。这锦我看着还行，我看一般。杨警官，
杨家的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技法高超。但赵家的利益第一，配色那更是巧夺天工，所以我们一时无法做出决策。依您看，是啊，这两家的锦真是各有千秋。依我看，这天色尚早，既然难以决断的话，那就再看看，再想想，再斟酌斟酌。杨警官是在等谁啊？既然胜负已经分晓，那麻烦您宣布结果吧。结果出了吗？出了。此次斗锦大赛的魁首是赵家。大家快看，大丰肉！阿娘，你看这个风筝的颜色，难道是蜀红丝？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不是说这家庄园染不出蜀红丝了吗？季英，你这蜀红风筝从何而来啊？昨日染不出，不代表今日染不出；旁人染不出，不代表我季莺莺染不出。季家季莺莺，宋锦凤还巢。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。若我没记错，季家不能参赛吧？罪人之后，怎么可以参加斗锦会呢？季娘子没有参赛资格，还要扰乱会场。杨警官不管一管吗？赵夫人，此事本官还真管不了。若本官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是逢射而出，这圣人都射了，怎么，赵夫人，您觉得射不得？我没这么说，只是这斗锦比的是锦画，他拿一个风筝来参赛，成何体统？蜀地千面，随心而生。这只蜀红风筝亦是我心中之画，是我阿兄心中所想，亲手所织。锦官府也尚未规定锦画应当织成何样，我手绘我心，有何不妥？就是啊，有何不妥？杨警官，季莺莺在众目睽睽之下假造蜀红共丝，胆大包天，你说应该怎么处置？我看这蜀红风筝鲜艳夺目，倒不像是假的。杨警官莫不是忘了，真正的蜀红丝已经被你送入长安，面呈圣上了。哎呀，季娘子，先前有赵家的蜀红丝，现在又有你季家的蜀红丝，搞得本官是眼花缭乱。要不这样，你代替本官断一断这真假如何？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月影，你我共同的锦，我织出来了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
季莺莺，就算你与我赵家有私怨，也不该损毁锦画泄愤。锦绣丹青还是鱼目混珠，马上见分晓。杨夫人，稍安勿躁。掉色了！掉色了！褪色了！这是假的！这个还是假的？假的！本官方才明明记得是一幅鹏程万里，现如今怎么变成了人间堕落啊？堕落！这幅景早已面目全非。因为这幅景是赵弘思所织就，赵弘思并非蜀红丝。之前那日是有人在那红丝上涂了一层油，才使其遇碱水而不完全褪色。方才我泼的是皂角水，油遇皂角而溶，赝品自然露出真面目。季莺莺，季莺莺，蜀红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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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日便是众位一道，在牛将军面前亲口承认，赵家染的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怎么？今日诸位是想反悔？不是。怎么他们都不见了？给提醒人，输给提醒人吧。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
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盛，是为上境，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出来，就是都怪他，怎么有脸呢？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，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
季仙君。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宰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儿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宰？不，仙君，季伯宰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宰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呀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
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朵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。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掉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姬星渊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将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仙君带回去正好，正好，这是英雄肯定的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。哦，
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极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季贤君看不上他的？那两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你想的？我知道了，选他了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两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喽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韩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？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。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
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，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出事。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。
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。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帮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。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。不知怎的，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休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仔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